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个频道。Anthropic 开发的 Claude 3.5 Sonnet 正式开放给大家使用。Claude 之前拥有很多的版本，例如 Claude 3 Opus， 还有 Claude 3 Sonnet。那么今天这个升级版的 Claude 3.5 Sonnet， 它的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。据说它的功能能够和 ChatGPT 4o 一比高下。那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分析一下，如何免费使用这个 Claude 3.5 Sonnet。我们先了解一下官方版的 Claude 3.5 Sonnet 在哪里。首先，你要在浏览器上输入这个网址。如果你输入官方网址后，能看到这个界面的，就表明你有机会使用这个 Claude 3.5 Sonnet。那可以使用你自己的邮箱进行注册和登录。当你看到这样的界面的时候呢，就表示它需要你的手机接受验证码才能下一步操作。点击这个下拉列表，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国家或地区是支持的。这个方法，只要你的手机通过了验证，就可以使用 Claude 3.5 了。接下来，我分享两个不需要手机验证，也可以使用 Claude 3.5 Sonnet 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通过安装 Monica 插件来使用。当你成功注册进入该网站，你会看见这个 Monica 网站已经更新了 Claude 3.5 Sonnet 这个大模型。这个网站同样集合了多个著名的大模型来供你使用。大家可以使用我下面的邀请链接进行注册一下。如果遇到付费提示，全部选择跳过就可以了。同时，你也可以邀请别人进行注册。有关这个 Monica 的相关内容呢，你可以在本频道呢找我另外一个影片，专门讲述了 Monica 如何使用和得到自己的邀请链接。你邀请越多的朋友注册，你自己也会获得更多的使用权限。例如我这里，作为免费用户，通过完成邀请活动，已经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多个的大模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带大家来实操一下这个 Claude 3.5 Sonnet 的强大功能。第一个例子，我要它呢使用这个 JavaScript HTML 来帮我写一个类似于 FC 坦克大战游戏的代码。那么关于这个游戏呢，大家可以在浏览器上搜索一下它的相关的信息。游戏的画面大概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就用英文去问他一下。他很快就给出了代码。我们看一下他如何回复的。这是一个使用 HTML、CSS 和 JavaScript 实现的简单的坦克游戏，所有代码都包含在一个 HTML 中，可以直接使用浏览器来运行。那么下面呢，给出了这个游戏相关的一些信息跟操作，我们看一下它是如何回复的。该游戏功能包含如下：2个可以移动的和旋转的坦克。那坦克可以发射子弹的，那么红色坦克使用键盘的 WASD 进行移动，空格键进行射击。那么蓝色坦克呢，可以使用键盘的上下左右的方向键来移动，使用回车键 Enter 进行射击。他说这个是基于 Web 的游戏，并且呢能够独立运行，并且不需要额外的文件跟设置。那我们就 copy 一下这些代码，然后直接新建一个文件，把代码呢粘贴下去，把文件改一个 HTML 的名字，直接使用浏览器来运行。看到这个画面，点击你的键盘，上下左右就可以移动这个坦克。
按下 Enter 键可以进行射击。那这个红色坦克呢？使用键盘的 WASD 进行移动，然后用空格键进行射击。接下来，第二个例子，我再要求它写一个代码，同样的使用这个 JavaScript 和 HTML， 帮我写一个类似于音速小子的代码。那么关于这个游戏呢，你可以在浏览器上搜索一下，游戏画面大概是这样的，类似于一个带碰撞的冒险的游戏，看它能不能够给出代码来，并且能够运行。我同样的用英文来问它，刷新一下这个页面。同样的，它很快的给出了答案。好，它生成完了，我们看一下它是如何回复的。我将创建一个简单的 HTML 文件，其中包含了类似于音速小子的基本游戏代码。看一下其他回复的内容。此代码中创建了一个简单的游戏，其中包括了你可以控制一个可以跳跃的蓝色方块，代表玩家，还有一个红色的方块呢，代表是障碍物，玩家必须跳过这些红色的障碍物，来避免碰撞。玩家可以通过空格键进行跳跃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代码能不能够运行起来。同样的复制一下这些代码，新建一个文件，把代码粘贴下去，保存一下。我把名字改为 Runboy HTML， 可以运行起来。按下键盘空格键可以跳起来，需要避开一下飞过来的障碍物。如果碰到障碍物，就显示 Game Over。下面我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可以免费使用这个 Claude 3.5 Sonnet 的方法，并同样可以免费使用 GPT-4 哦。在浏览器上面输入这个网址，使用你的邮箱进行注册，就可以进入这个叫做樱桃茶 AI 的网站。进入以后点击这个地方，或者可以点击这个地方，可以进行新的 AI 对话，就会看到这个页面。这里显示了，也能够使用 GPT-4 这个功能。你点击它一下，而这个地方就可以选择你当前所使用的大模型。除了 GPT-4 以外，还可以使用 Llama 3 700亿数据的大模型。这里也看到了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Claude 3.5 Sonnet。此外呢，还有这个 Gemini 1.5 Pro 的大模型。那我们选择今天的主题，这个 Claude 3.5 Sonnet， 然后为它设定一个角色名称，然后在这里进行保存一下。那么这个地方就会自动切换成 Claude 3.5 Sonnet， 下面的地方就可进行 AI 对话。接下来呢，我先测试一下这个 Claude 3.5 对图片的分析能力。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图片，我想问他一下，这个图片中的女孩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？你可以点击这里，上传你的图片，然后选择你自己的图片。加载完以后，这里就会显示出来。那接下来就是输入你要发问的问题。那我用英文来问他一下，然后点击这个地方进行发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很快给出了回复。我们看一下他是如何解答的。
他说，图片中的裙子是深红色或酒红色的，那似乎是一件有和服风格的短裙。裙子很宽，领子是白色的，裙子的腰部有收紧的情况，这裙摆呢是飘逸的。从回复可以看到，他对图片的描述是非常的详细的。衣服的酒红色，衣服呢有点像日本和服的风格，腰部呢比较收紧，这都描述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曾经问过他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，带大家来分析一下。我准备了一张这样的图片，这个是一个骨头骨折情况的图片，并且可以看到，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动物的骨折后的图片，它后面呢有一条尾巴，因此这并不是人类。看它能不能够分析出来。我们同样在这里上传这张图片，那么上传完后，就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请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图片的内容是什么，并且详细分析一下是怎样的一种状态，又该如何去做。那么我们用英文来问他。这里发送了之后呢，从这里能显示出来我们的发问的内容，他回复的内容就显示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看一下他是怎样回复的。他说这张图片呢，是这个骨盆区和上肢之间的 X 光照片，可以看出来是一只狗或者类似的四足动物。就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这个 Claude 3.5 Sonnet 对图片分析的强大的能力，只凭一截图片就能够分析出图片里的是四足动物，而不是人类。接下来他说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左侧股骨上的金属植入物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类似金属的支架，这里也描述了这个植入的物体的一些信息，似乎是一个带有多个螺钉的骨板，通常呢是用于修复骨头骨折的。同时这里也描述了这个 X 光照片代表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矫形干预，很可能是在严重骨折之后进行的。那么现在重点呢，就进行适当的愈合、疼痛控制，以及在兽医的密切监护下逐步恢复正常的功能。那么懂英文的这边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回复，可以明显看到只需一张图片，这个 Claude 3.5 Sonnet 就可以进行详细分析，并细心解答你所要问的问题。也可以看到它的分析能力、回应速度是可以跟 GPT-4o 进行一比高下的。那么这个网站如何增加你的积分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作为免费用户，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每天进行签到，它就会增加你1000个积分值。那么今天关于如何使用这个 Claude 3.5 Sonnet 的大模型进行 AI 对话，先讲解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讲解的，可以点赞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也会带来更多的 AI 及电脑科技方面知识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